如果你喜欢打德州扑克，你一定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不可被战胜的扑克策略 GTO。我学习 GTO 已经超过4年，加上我这几天找遍了全网所有学习 GTO 的资料，今天我用一条影片为你讲完所有你应该知道的 GTO 扑克的基础。看完这条视频，你会学习到什么是 GTO 扑克的本质， GTO 是如何被训练出来的， GTO 是如何做到盈利的， GTO 与剥削和2025年学习 GTO 的意义。让我们进入主题。所以什么是 GTO？GTO 的全称是 Game Theory Optimal， 中文翻译过来就是基于博弈论的最佳策略。GTO 策略是一种纳什均衡策略。纳什均衡是由著名数学家约翰·福布斯·纳什在1950年提出的理论。纳什均衡说的是，在有限策略的双方博弈情况下，一定存在一种平衡状态，理性的博弈者都会去采用这种平衡策略，单方面的改变博弈策略不会改善博弈结果。GTO 说的就是在扑克中的纳什均衡状态。那么 GTO 扑克的本质是什么呢？我用一句话来总结 GTO 扑克，就是最大化筹码的均衡固定策略。听起来是不是很拗口？没关系，我们拆分成3块来看。GTO 就是通过不断尝试不同的策略，研究一手牌用什么样的行动线能够得到最多的筹码。第二点就是均衡。我觉得 GTO 对于均衡的注重程度并不亚于它对最大化筹码的注重程度。GTO 策略在被训练出来的过程中，不但一面要去想着怎么剥削对手最大化筹码，同时另一面也在追求自己的策略是不可以被剥削的。有细心观察过 GTO 答案的小伙伴就会发现， GTO 的一手牌在同一个牌面都能分出好几个不同的下注尺寸，甚至直接过牌。也就是说，最完美的对手也不知道 GTO 到底会用什么牌去来下注。所以面对 GTO 对手最好的跟注策略，也是有的时候只能按一定频率来跟注。首先你不知道他的牌到底是什么，因为他打的实在是太混合了。其次你也不能完全跟或者完全弃，因为这样会让你的策略变成了一个可以被剥削的不平衡策略。那么第3点就是固定策略。固定策略就符合了纳什说的，所有完美的博弈者都会最后汇聚到一个固定策略，导致他们不会有改变自己策略的动机。另外，固定策略有什么好处呢？固定策略就是给我们所有人学习扑克打造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如果没有一个固定策略的存在，你每次学习打牌都要去研究一个动态策略，而且这个动态策略并不适用于每一个牌手，你这样学习的成本和难度都会变得很高，你就没有办法有效的学习扑克策略了。那么 GTO 是如何被训练出来的呢？我在这里借用 GTO Wizard 的总教练在论坛上发的一则帖子来给大家解释。首先，我们用电脑生成2个玩家 A 和 B， 然后赋予他们随机但是相同的策略。我们告诉这个玩家 A， 现在玩家 B 的策略是固定的，你看看能不能去剥削它。然后玩家 A 会进行一顿演算，很有可能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专门用来剥削玩家 B 的策略。然后我们再告诉玩家 B， 现在玩家 A 的策略固定了，你能不能再算一个能够剥削他的策略。玩家 B 在算出新策略之后呢，我们再告诉玩家 A， 让他重新去剥削玩家 B。 GTO 就是通过这样的重复和迭代，最终汇聚到一个完美的固定策略上的。那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个更直观的例子。在看这个例子之前呢，我想恳求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麻烦一定要帮我点一个订阅。我每周都会更新免费的德州扑克教学内容，我的目标是做全 YouTube 最优质的中文扑克教学频道。我在这里谢谢你的支持。好，我们来看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把在德州扑克中我们的手牌和牌面组成的牌用强、中、弱3个档次来分。那么作为一个刚开始学习德州扑克的人，我们最直观的策略就是去下注我们的强牌。那我们的对手知道我们只下注强牌之后，他的中等牌和弱牌就很自然的不会跟注了。那当我们发现对手不会跟注这些牌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炸胡就有利可图了呢？是的，当我们的炸胡不会被对手大量的中等牌和弱牌跟注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去下注。但是在德州扑克中，中牌毕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所以细心的对手可能会发现你所有的炸胡都在下注，那么他也可以很轻松的调整自己，
用自己所有的中等牌跟住你，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过度炸胡就会让我们输钱。所以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组合来炸胡呢？那这个时候 GTO 就会和很多人类牌手一样，优先下注带权益的听牌作为炸胡的选择。我们的对手看到我们减少炸胡之后，也需要调整自己的跟注频率，不然的话，我们的对手就会因为他的过度跟注或者过度弃牌，让我们有了剥削他的动机。所以在我们调整了炸胡频率之后，我们的对手也要相应的去调整跟注频率。那么一个 GTO 的对手是如何去选择他跟注或者弃牌的组合呢？和我们下注非常类似，他也会优先去考虑跟注那些带权益的或者是有好阻挡效应的手牌。那么我们返回来再看我们 Hero 的策略，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强牌要下注，弱牌下注一部分，那么我们的中等牌该怎么办呢？我们的中等牌一般来讲是不希望游戏一个特别大的底池的，所以我们可以过牌的时候尽量去控池。也有一些中等牌权益不错，或者是比较着急，需要让对手在前面几条街赶紧弃牌，也是可以去做下注的。所以我们现在来整体的看一下我们的策略。我们的强牌是下注，我们的中等牌和弱牌都有过牌的选项。那么我们的对手就可以知道，当我们过牌的时候，我们是一定没有强牌的，那对手就可以根据这个信息来剥削我们。当我们有过牌的情况，他就可以下大注来攻击我们受限的范围。我们反制的方式就是把我们一部分的强牌也放入过牌这个行动里面，这也是我们经常看到其他玩家打牌时候说的，要保护我们过牌范围。我们的强中弱三种牌力现在都有一个让人难以分辨的混合策略，那我们也是在这个时候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衡。也就是说，我们的下注和过牌其实并不能很有效地透露出任何关于我们手牌的信息。那 GTO 也是在成千上万个场景中像这样被训练出来的。我们接下来看 GTO 是如何做到盈利的。第一点，只要 GTO 不犯错，对手犯错就是在给 GTO 送钱。举一个例子 ，Button vs Big Blind， 庄位对上大盲，那我们的 GTO 玩家呢是在庄位。如果大盲的这个玩家是不完美的，比如说他会过度跟注，因为我们庄位有一个 GTO 最优的开池范围，所以我们的范围比大盲是要强的。我们用强范围去对抗弱范围，而且我们有位置，那大盲的玩家是会输给我们的。同样，如果大盲的玩家是一个过度弃牌的玩家呢，他本身也会因为过度弃牌支付我们过多的大盲。这个就是 GTO 在面对不完美的对手的时候是可以做到自动盈利的。那 GTO 的盈利能力其实是不好说的，我认为 GTO 的盈利能力是不如剥削的。GTO 的本质上就是说，你随便玩，你用什么样的策略我都不关心，我用我这个固定策略就不会输。假设有一个玩家，我们对他有现场马脚的解读，他每次 all in 炸胡的时候都会战术性喝水。那么假如我们现在是一个 GTO 机器人的话，我们其实并不会关心这种场上的跳，因为我们的策略早就固定下来了，我们还是会用我们认为的最佳频率去跟注。但是知道他这个马脚的玩家就会去用100%的频率去跟注。那相比于这些玩家呢， GTO 就会少赢很多，因为我们还是会弃一部分。那既然我们知道了 GTO 的盈利能力是不如剥削的，那么我们引入下面的第三点，就是面对 GTO 玩家其实并不可怕，因为 GTO 面对新手玩家在这儿或者在那儿犯的错误都不太敏感，长期来看其实并不会输很多。那接下来我们讲 GTO 与剥削。很多人会问，什么时候应该用 GTO 策略，什么时候应该去用剥削策略呢？我的答案是在我们没有对现场的某一个玩家有任何解读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默认先用一个 GTO 的策略。然后呢，在和这个玩家交手的过程中，我们要细心观察，找出这个玩家的漏洞，因为大部分的人类玩家其实还是有漏洞的。现在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玩家可以做到100%的 GTO， 大部分人也只是尝试去近似 GTO 答案。那真正的 GTO 呢，人在不使用辅助工具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我们打牌都希望自己盈利能够最大化，对吧？所以面对有已知漏洞的对手，剥削给我们带来的盈利是惊人的。面对没有漏洞的选手或者未知漏洞的选手，我们先用 GTO 会比直接开始剥削会更合适。因为如果你对这个玩家的解读不正确的话，你贸然的去开始尝试剥削对手，
反而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那么学习 GTO 的意义是什么呢？首先，学习 GTO 可以帮你了解基础的扑克思维。在你学习 GTO 的时候，你会去看到 GTO 是如何进行组合挑选的。组合挑选包括了下注、加注、过牌、跟注、弃牌等等。你平时打牌产生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手牌和牌应不应该下注，是不是可以下注3条街还是2条街？我下注尺寸应该是多大？这手牌应不应该跟？我手里的2对在单张成顺的面应该怎么打？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 GTO 来找到答案。那第二个学习 GTO 的意义就是有一个默认不输钱的打法。GTO 的优势就是你在面对任何类型的选手的时候都可以表现得不错。最后一点呢，就是你可以通过学习 GTO 去识别玩家类型，为今后打剥削打好基础。我们在定义一个玩家是不是偏移的时候，我们的基准都是通过 GTO 的频率，然后我们去分析这个人的策略和 GTO 策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样才能识别他的玩家类型。那2025年还要不要学 GTO 呢？我的结论是一定要学。首先 GTO 的发展也不过只有10年，而且前期都是默默无闻的状态，这几年的时间里 GTO 的发展才刚刚开始有一个飞跃，所以如果你之前没学过 GTO，完全没有关系，我们从一开始学就可以学到一个相对成熟的 GTO 策略。第二个要学 GTO 的原因就是所有厉害的扑克玩家都在学 GTO。最后一个原因呢，就是如果现在的你打牌输得很快，那么我推荐你先考虑学习像 GTO 一样打牌。如果你总是觉得自己打的是没问题的，但是你打牌既不像 GTO，剥削的思路也不对，那其实到最后我们还是只能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感谢大家收看雷尼扑克，喜欢我的视频帮我点订阅，我们下期见。